同学们，你们好。前面我们学习了 DNA 的1、2、3级结构，下面我们接着学习 RNA 的分子结构。首先 ，RNA 的1级结构为线型多聚核苷酸，核苷酸之间也是3,5磷酸二酯键相连。与 DNA 不同之处在于误糖为核糖，碱基中 T 变为 U。天然的 RNA 一般都为单链结构，但是单链会回折形成链内碱基互补配对区，或称近环结构、发卡结构。图中为 RNA 的分子结构图，分子内部形成碱基互补配对区域，有近环或者发卡结构存在。下面我们接着介绍生物体内3种常见 RNA 的基本组成。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tRNA 的结构特点。tRNA 由73到93个核苷酸组成，分子量为25000到3万个道尔顿，沉降系数为 4s， 含有较多的稀有碱基，也称为修饰碱基，占总 RNA 总量的 15%。tRNA 的作用是携带活化氨基酸并参与蛋白质合成。S 通常用来表示大分子物质相对分子质量的大小，定义为单位离心力场下的沉降速率，称为沉降系数，其量纲为秒。1个 S 等于10的负13次秒。1个道尔顿等于1个碳原子质量的1/12，1个道尔顿等于 n⁻1 克，n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，1个道尔顿约为 1.66 乘以10的负24次克。人们为了纪念英国原子论化学家道尔顿，以他的名字作为原子质量单位，也经常用 D 或 KD 表示大分子物质的相对质量大小。不同的 tRNA 具有相似的高级结构。tRNA 分子的单股链通过自身折叠形成4进4环结构，我们也称其为三叶草型结构。三叶草型结构的具体细节如下：首先 ，RNA 分子回折，5撇端和3撇端形成叶柄，5撇端短，3撇端长。我们由5撇端开始，逐一了解 tRNA 的分子结构。首先，氨基酸壁，氨基酸壁是由7个 BP 组成的富含剂，3撇端为 CCA 羟基结构，氨基酸连接在3撇端的腺苷酸残基 A 上。二氢尿嘧啶环由8到12个碱基组成，具有2个二氢尿嘧啶。反嘧马子环由7个碱基组成，处于中间位置的3个碱基为反嘧马子，通常含有次黄嘌呤核苷酸。反嘧马子与 mRNA 中的嘧马子结合。额外环或可变环，碱基种类和数目高度可变，一般由3到18个碱基组成，并富含稀有碱基。环的大小与生物种类相关，同时它也可以作为 tRNA 分类的指标。最后为 T-POC 环，由7个碱基组成，参与 tRNA 与核糖体表面的结合与识别。图中为 tRNA 的3维结构图，呈倒 L 型。此图为 tRNA 的三叶草型结构和倒 L 型结构，右图为携带氨基酸的 tRNA 的3维结构图。下面我们接着学习核糖体 RNA。rRNA 存在于核糖体中，核糖体中有 60% 的是 rRNA， 其余 40% 是蛋白质。根据其分子量的不同分类，下表为真核、原核生物 rRNA 的种类组成。真核生物 rRNA 包含有4种，分别是 5S、5.8S、18S、28S RNA。下面我们了解 mRNA。mRNA 是蛋白质生物合成的模板，它
它携带着从 DNA 分子中转录而来的指令多肽链中氨基酸排列顺序的信息，是遗传信息的传递者。细胞中 mRNA 种类很多，但一种 mRNA 的数量却相对很少，占 5% 以下。它的特点是瞬时含量低，代谢率高，分子大小差异很大。真核生物 mRNA 具有明显的结构特点，有5撇的帽子结构和3撇的 poly A 的尾巴。5撇端的帽子结构的作用，首先是 mRNA 翻译起始的必要结构，为核糖体对 mRNA 的识别提供了信号。其次，这种帽子结构还可增加 mRNA 的稳定性，保护 mRNA 免遭5到3撇核酸酶的攻击。最后，帽子结构也与 mRNA 的翻译活性有关。真核生物 mRNA 的帽子结构的复杂程度与生物进化程度关系密切，进化程度越高，帽子结构越复杂。绝大多数的真核生物 mRNA 除了5撇端的帽子结构以外，3撇端还有一段长约200个残基的 poly A 的结构。原核生物 mRNA 就没有这个结构。poly A 的尾巴是转录后在核内加上去的，其功能可能与 mRNA 从细胞核转印到细胞质有关。poly A 的尾巴可能影响 mRNA 的翻译效率，使 mRNA 较容易被核糖体辨认，并确定 mRNA 的结构，保持一定的生物半衰期。同学们，本讲到此结束。